我叫祝文，欢迎来到这个至今无人通关的游戏。故事要从8年前说起。啊，这是什么 ？XP 的警告符号。欢迎来到乐园，游戏公测将在72小时后开始。人们很快意识到，乐园确实是一场游戏。真人演练不能重练小号，没有死亡回弹，无通关攻略。所有左手腕上出现菱形纹身的人，都是被选中的玩家。哦，回来了。你新手关过得挺快嘛？说下你怎么过的关？嘿嘿，这就说来话长了。欢迎1位玩家进入游戏。作为适合者的挑战关卡，第一关会相对简单。哇，这里就是乐园吗？和现实世界一样哎。闯关者在登录游戏时不允许携带任何杀伤性武器，游戏内部没有信号。恭喜玩家祝文成为特殊的编号玩家，你的编号是VI，意为恋人。你是编号玩家，好厉害啊！之前在网上见过，这次居然见到活的了。暂时是吧？游戏里的惩罚机制确实挺危险的，不过你放心，我和我妹妹一起看了好多攻略，一定能带你飞。你和你妹妹感情很好吗？一般这么问都是有故事的。你也有妹妹？本次关卡参与者2名，游戏时间72小时，请预备玩家注意通关条件掉落。游戏即将开始。白兔有100根火折子，算术问题还是逻辑解答题？啊，这就完了？攻略组里说过，这是典型的数学解答题，只要写个解字。依法？什么法呀？玩家鲁萌萌答题失败，3号处理。剩余答题时间10秒。不好了！7、6、5、4、2、1。恭喜玩家祝文成功踩到得分点，本题总计15分，玩家得分2分，祝您游戏愉快。这可不是数学题，是抄题干就会有卷面分的逻辑题。就这么消失的话，你妹妹会想要来乐园找你的。玩家与阵营发生冲突，将依法对玩家进行处置。有人举报你们在镇口斗殴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不是斗殴，外来人别想狡辩，这里有监控的。我们镇子里一向和平，你们这些人一来就要出事。是我单方面寻衅滋事，他呢是受害者。你还挺懂法是吧？祝文寻衅滋事，行政拘留5天。嘿嘿嘿。小伙子，刑期不长，出去之后记得遵纪守法。喂，来都来了，问你个事儿呗。说，
我刚看到你们镇口的牌子了。哎，你们镇上的人离开镇子，算犯法啊？不止镇上的人，只要进来了，没镇长的允许就别想走，否则就算犯法，要判死刑的。比杀人放火还要严重？杀人放火算什么？到了晚上，你可以杀了人烤着吃。这他要干啥？不会是觉得自己通关无望，所以打算戒了吧？你醒了？这是哪儿啊？小姑娘，欢迎来到弹幕世界。啊，弹幕世界就是由我们这些被3号玩家组成的世界。这游戏里有数量庞大的观察者，说的就是我们。哎，说的那么高端，其实就是游戏直播间的观众嘛。来了这里，是不是就回不去了？那我妹妹怎么办？她找不到我很担心的。别担心了，你看那儿，你的项链被他捡走了，他应该会交给你妹妹的。别跑！拜拜了，您嘞！愣着干什么？快追啊！还有脚印，往那边追！居然敢越狱，必须抓回来依法处置。你是？恭喜玩家见识到剧情关键人物，完整集看已更新。白兔有100吨火车的，冬天还有2个月才过去。白兔需要5000铜板才能租到一个遮风挡雨的房子，所以他决定把火折子卖了，好度过这个冬天。火折子的市场价为10铜板1根，如果在善于言辞的玩家手中，那一定能卖得更贵吧。通关奖励1200积分。哥哥，你能给我一个家吗？作为回报，你会安全离开镇子的，我保证。检测到预备玩家持有特殊编号，编号为 VI 已被炼人，获得特殊通关条件。白兔还没有谈过恋爱，你可以满足他吗？通关奖励600积分。我懂了。嘿，火折子呢？哦，哥哥，你现在出去卖火折子，一定会被他们抓走的，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。不够。那，再来点儿。给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小气啊？都给你。哼，这就好办了。怎么样？挺好看的吧？哥哥，这间是租金最便宜的屋子，你把家烧没了。玩家违反这项法律，蓄意纵火，将对玩家进行依法处置。又是你，是不是又是你一个人作案？这个小姑娘是被你胁迫的。喂，你别乱说。我呢是主谋，他提供作案工具是从犯。咦，你小子真懂法呀！游客注文，蓄意纵火，
判有期徒刑5年。镇民白兔协同祝文纵火，提供作案工具，判有期徒刑1年。嘿嘿。哥哥，说好的给我一个家呢？这里就是吗？你说呢？恭喜玩家！恭喜玩家祝文顺利为白兔提供能够遮蔽风雪、顺利度过冬日的住所。玩家祝文成功通关，现已获得后续游戏参加资格。祝文过关啦！正在结算通关奖励，玩家祝文完成通关要求，奖励1200积分。剧情线索收集1/12。通关时长18小时39分钟，超过同类逆势98%玩家的通关时长。通关评分 S， 额外奖励300积分。玩家祝文获得特殊道具 A 级白兔的祝福。玩家祝文获得20091名关注者，折合积分200。在本场游戏总共获得积分1700积分。结算完毕，请玩家祝文在1分钟内整理行装，准备弹出游戏。哥哥，你以后还来镇上玩吗？玩家弹出游戏剩余时间谁还想再来啊？那以后我能去找你玩吗？啊？你要是真能来的话，弹出倒计时5、4、3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1。我出来了，同一批其他预备玩家怎么样了？还嫌我快，怕不是想我死在里面啊？新手关暂时没有他们的线索，不知道以后的关卡能不能找到。所以你带 NPC 烧了房子，游戏还让你过关了？对啊，这关恰巧有一个执法的概念，老李也能过冬不是？你就没想过白兔可能判不了那么久的情况？那我就再带他越次狱，罪上加罪，总能凑够时间。算了，你没事就好。对了，这个是新手关队友的遗物，麻烦转交给他的妹妹，你就说，希望他好好活着。好。哎，等下，你把酒柜里的伏特加拿走了？你够年龄喝酒了吗？嘿嘿，我上个月已经成年了。你怎么成年比游戏过关还得意啊？对了，下一关你会有雇主，你知道的，给 Echo 补充点经费。可我才刚过新手关啊。积分高，游戏难度也会跟着拔高。雇主也是刚过了新手关，所以更中意你。是。怎么只有一半啊？前置剧情已刷新。你们是林馆长领养来的孩子，他对自己的9个孩子十分严厉。今天你们外出分头采购，但在镇上玩过了头，错过了门禁时间。林馆长非常生气。
只有7个，林馆长的孩子却有9个。还不回来？站着等死吗？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下次不敢了。救命我说过，10点必须到家，违反家规就要受到惩罚。惩罚会是什么？Echo 攻略组，皱纹。顾遂宁，你的雇主。叮当，请玩家尽快回归剧情，规定时间内未到指定地点视为放弃游戏，做删号处理，剩余时间5分钟。朱先生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回去喽，他要解释就给他解释。朱先生这么忙，肯定死定了。违反家规就要……都这么晚了，你为什么不出来找我？啊！外面这么黑，我们在树林里迷路了，路边还有尸体，我和小顾吓得路都走不动。哼！你是不是不爱我们了？你是不是觉得养我们这么多个孩子很烦，想干脆丢掉我们算了？你根本就不爱我们，没有把我们当做你的孩子。我没。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们？我们好害怕。你要是不想认我们啊，那我们现在就走。等一下，妈妈没有不要你们，妈妈在家里很担心你们。别怕别怕，先回家吃饭，小顾也进来吧。哦，这也行。快进来，外边冷。妈妈做了你爱吃的菜，别生气了啊。哎呀，你都不知道，晚上树林里面可吓人了。是妈妈不好，来喝口水。哼，好啦，都吃饭，吃完去睡觉。吃吧，就当在自己家。对了，妈妈，还有2个呢。你大姐说是身体不舒服，上楼睡觉了。小妹妹才喝了牛奶，也在睡觉呢。外头没有家畜的粪便味和土腥味，那奶就是需要玩家来采购的。对了，小妹妹晚上说不定会醒，晚上你们谁去看着她？我去吧。这才是妈妈的好孩子。你们吃吧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这能吃吗？还行，不过鸡肉有点老了。他说的那个惩罚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是普通的惩罚，一般当下就执行了；如果是要命的惩罚，那大概就是今晚随机死1名玩家。这大概是一个探索类的关卡，至于通关条件，估计要等见到大姐或者小妹妹后才能知道了。需要吃奶的小妹妹，估计也就1、2岁，楼下没有，就在楼上。朱先生，我晚上能和你一起行动吗？
除了上厕所、洗澡，尽量和我待在一起，多动脑，少碍事。啊，谢谢。不谢，我拿钱呢。哦，对了，这一行的规矩呢是活着付全款，死了免尾款。也就是说，如果雇主出现意外的话，我会直接认。朱先生，他吃的奶该不会是血吧？有可能哦。哎，这边卫浴分离，但都在走道的另一头。你今天要洗澡吗？祝先生这种攻略组的玩家应该十分谨慎，他是不是在提醒我别乱跑？将就一晚，白天再洗。哦，那我去洗喽。说好的谨慎呢？祝先生，你说他是真的睡着了吗？喂，你睡了吗？醒醒！你看来他一时半会儿还醒不了，这睡得比江玲姐养的小香猪还沉。真的没问题吗？救命啊！救救我！有东西抓我的脚！救救我！求求你！求求你！跑了，好恶心呐！没事了，那个东西跑了，回去睡觉吧。这位小哥，谢谢你啊！要不是你，我早就……小事。不过这东西的触感还挺熟悉的。多抓紧时间，回去休息吧。不用睡了。确实。小哥，你别管我们，你睡你的。那什么，接下来我们都跟着你的步调走。麻烦你别赶我们。对了，我叫王元庆。祝先生，怎么办啊？可以理解，毕竟谁都不想死。而且ECO攻略组的基本原则就是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，对无恶意的同组玩家尽量施以援手。都不睡的话，床底下的东西我大概有头绪了。什么？是摸到它之后判断出来的吗？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让开一点，背包。这哪儿来的呀？气味、颜色全部都一样，触感也和刚才那个差不多。我在外面的灌木丛里发现的，当时有点好奇，所以是……你们这都是什么表情啊？难道你们玩游戏都不摸尸的？那是一回事吗？言归正传啊，这种鬼怪呢，我这里有一句，刚才王元庆遇到的也算一句，有一就有二。明天愿意的人可以和我一起去那边看看，还有没有更多的？祝先生，明天我跟你一起。当然了，我收钱办事，你不愿意，我也会把你绑在腰带上带着的。祝小哥，我想起来个事儿，游戏刚开始，我们都被领馆长认定为违反了家规，我会遇到袭击，应该就是因为这个吧。那我们至少找到了一个死亡触发条件。既然大家都睡不着，那就起来找找线索。刚才那么大动静，妈妈都没找出来，至少说明熬夜喧哗不算违反家规。
您这声妈妈叫的可真顺口，嘿嘿。祝先生，我找到了一些启蒙绘本，大概是小妹妹的东西。你觉不觉得这里小了啊？整个庄园从外头看，占地面积不小，但现有的室内空间和整体外观对不上号，所以这个后一定有一块不小的区域。哇，那盐，祝先生，你妈没告诉你不能偷窥别人的吗？现在吃苦头了吧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不是那个东西又来了？猪小哥，你们没事吧？别害怕，只是个鬼。原来这关的鬼啊，有痛觉。原来是姐姐啊，尊老爱幼，我是你弟弟，你就原谅我一次吧。你不原谅我，我就告诉妈妈你装病偷跑到外面。妈，按照姐姐刚才的反应来看，在剧情里，妈妈大于姐姐，大于玩家。至于小妹妹，还得等到她醒来才知道。朱先生，你怎么确定搬出林馆长来有用的？嗨，合理推断，大胆尝试。想想前置剧情呗。林馆长对他的9个孩子都十分严厉，那也就是说，大姐和我们玩家的待遇是一样的。在这个大前提下呢，大姐选择了装病，然后半夜出现在外头，这说明她是怕妈妈的。如果不怕，她就没有必要借口身体不适了。别说了，还真是。我还以为祝小哥敢这么忙，全靠身体素质过硬。现在看来，人家是动过脑的，还比所有人都动得快，动得早啊！哎，你们在楼上有其他发现吗？没有，半点线索都没。啊，这未免太奇怪了，没有通关线索和条件，谈何通关？需要分析的地方只有2处：一，姐姐为什么要瞒着妈妈去到庄园中被封锁的地方；二，庄园中被封锁的地方，也就是客厅这扇门的里面，是用来做什么的？弄清楚这些就能通关吗？肯定不会那么快的。等天亮后，咱们按原计划先去看看外头究竟还有多少腐烂的尸体，然后再研究这些。现有信息太少，重复检查一下2楼还是很有必要的。哎，你们跟着我干嘛？有安全感。行吧。朱先生，姐姐在剧情里似乎有一定的分量，迟早会出现的。你不怕她找你麻烦？按照昨晚妈妈对我的态度，想必在不触犯死亡条件的前提下，她不会不管我。妈妈去镇上有事，大概要离开10天左右。
你们乖乖的帮妈妈找一下丢掉的面具，一定要赶在月底的展会前找到。在这期间，你们要听姐姐的话。没弄错的话，通关条件已经出现了。通关条件是找面具，可凌晨的时候我们到处都看过了，根本没有啊。肯定没那么好找。祝先生之前说屋内的面积和屋外目测的占地面积不符，我们刚才也看到了，姐姐显然在门的另一边，也许东西也……祝先生，您说是这样吗？啊？先吃饭。现在想这么多也没用，听祝先生的，一会儿先出门看看去。昨晚我刚刚进入游戏的时候，尸体没动静。对妈妈说迷路后看到尸体时，妈妈不假思索地安慰了我。再结合家里的门禁时间，就可以推断出妈妈有很大概率知道尸体们的存在，并且尸体们有很大的概率是在入夜后的一定时间内才有行动能力的。哎，那这就安心多了。好了，开搞吧。找到了，这里有一具。朱文哥，我这里有2具。哎，这里也有。要不都把他们收进仓库？仓库空间不够，我这里只有3个，尸体有20多具，恐怕这还不是全部。这样吧，4肢和头都卸下来，能拆多碎拆多碎。啊，这么狂暴的吗？我们这么干没问题吧？应该没问题，没手没脚，反正就算他们再来，也抓不牢我们。到时候谁打谁还不一定呢。是这个意思。我这思路怎么往祝文身上靠了？我居然在研究怎么打怪，这是什么精神污染？哎，别有障碍，这些都不算是人。反正不是他们袭来，就是我死，干就干。对。你们在做什么？他是……早上好啊，姐。800积分，就这，搁这打发乞丐，女神，只会影响我刷分的速度。为什么都在外面？小妹妹如果醒了看不到人，会哭的。展会快要开始了，这样吧，我挑一个人去照看妹妹，剩下的人去打扫展厅。就你吧，你来照顾小妹妹。救救我，朱先生！求求你救救我！我不想和小妹妹单独待在一起，哪怕她只是个婴儿也……没事的，相信我。所谓的展厅，估计就是姐姐昨晚待的地方。目前看来，这一关的地图不会太大，有危险直接往外跑，边跑边叫，我们能听。朱先生，要不趁着我们手头有武器，把姐姐也……别傻了，妈妈留的信上点明了要听姐姐的话，我要去试探不听话有什么后果。所以，姐姐，带我们去展厅吧。展会月底就要开始了，你们要尽快，不要弄坏东西，除非晚上你想一个人待着。不是，他干什么去？水呢？抹布呢？没有工具怎么打扫？
你还真打算打扫啊？找面具啊？入戏了，入戏了。没说不能离开。家里的卫生间有水桶，厨房有半抽屉新抹布，屋外有个水龙头，不知道通不通水。这边是庄园的后门，展厅里没有和客厅连接的那扇小门，也就是说，生活区和展厅之间应该还有一个区域。你们在这里待着，我去拿点东西。小顾，你也在这里待着。如果姐姐回来问起来，你就照实说，你们没有违规，游戏不会随便杀人的。小兔子说，你为什么？朱先生，我按你的意思给他念绘本，可是他只在听故事的时候动作慢了一点，我一听他迟早会爬出来的。你们就是这么带孩子的？朱文，昨晚是谁说要尊老爱幼的？按你的意思，你现在是不是犯错了？违反家规，犯错。看来在这里，犯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。哎呀，姐姐，说要尊老爱幼的是昨天的祝文，不是今天的祝文。所以啊，你如果想讨论这个话题，得去找昨天的我，而不是来找现在的我。哎呀，再说了，我今年18岁，妹妹才多大呀？就算我俩都无病无灾、长命百岁，我也得比她早死18年。那该尊老爱幼的，难道不是妹妹吗？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能言善辩？哎呀，别夸了，我会膨胀的。既然小妹妹有姐姐照顾了，那我们两个就去打扫展厅了，拜拜。朱先生，我们刚才数了一下，这里一共有108个展柜，好在地上铺的是木地板，展柜挺重，地板上有挪动的痕迹。刚才我们没事干，合力挪了几个展柜。如果没想差的话，这个展厅里之前没这么多展柜，地上的旧印记间距比现在的宽多了。外头的水龙头通水，都动起来了。妈妈的信上面说过，要听姐姐的话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朱先生，真是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。姐姐要是找你麻烦怎么办？嗨，和你没关系。我抠她眼珠子，她迟早要来找我麻烦的。祝小哥，你怎么不动啊？违规了可就麻烦了。哦，我昨晚也就是今天凌晨，我抠了姐姐的眼珠子，刚才呢又把小妹妹给踢飞了，所以我想看看再违规会怎么样。算是没找到需要开锁的地方。另外，展厅尽头那面墙是空的，也就是说，生活区和展厅之间果然是有空隙。快10点了，都回去休息吧，免得错过了门禁时间，导致违规。好嘞，都听朱先生的。是你吧？就是你吧？朱先生吗？我就知道是你。我闻到你的味道了。不是那种文明和谐最有病的公正法治。机器入666，阿瓦达克达瓦。我这辈子没这么大胆过。干得不错，不过你抖什么呀？没什么，就是突然有点尿急。那么大的动静他们都没响，这也太不对劲了。朱先生，我也觉得今天眼皮特别重，昨天我吓得根本睡不着的，今天却睡得很快很沉。
救命啊！没事，只是看着吓人。祝先生，借我的血干嘛？小妹妹要喝的奶很可能就是血。别浪费了。多亏了祝先生昨晚提供的思路，确定怪物能被收进仓库，要不然我们一个也逃不掉啊。要不我们试试把姐姐和小妹妹弄进仓库？这是什么皱纹综合症候群啊？没用的，我试过了。啊？什么时候？小妹妹是昨晚。哦，就是你昨天趁她睡觉推她的时候。姐姐是今天早上。难道是祝先生和姐姐贫嘴的时候？尸体虽然晚上能动，但没有生命力。姐姐和小妹妹都活着，所以不行。我白天还拿过一些家具试过，能够收起来。也就是说，死物是可以收进仓库里。原来如此。哦，对了，我昨天拿你也试过。什么时候？不用商量的吗？还有白天翻尸体的时候，我试过上面的蛆也不行，所以活物确实不能收进去。我们刚进游戏的时候是晚上的9点55分，进了游戏后过了5分钟才放前置剧情，特地卡上了我们的门禁时间，让我们错过门禁。然后游戏给了我们20分钟的时间回到主，否则就会删我的号。这题我会，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？晚上10点20分开始是尸体们的活动时间，如果超过这个时间，玩家被袭击致死，游戏自然就能删了玩家的号。不过推论总归是推论。父王哥，快回来！还需要实践出真知。你不想说点什么吗？习惯了。你们怎么了？实践完了，这个时间段确实是狮群活跃的时间。另外，我刚刚追杀狮群的时候，还踢到了这个，狮群都往那一个方向跑，显然这个盒子是由狮群守着的，里面应该会有重要的线索。你看看里面是什么？我去洗个澡。好。为什么被袭击的偏偏是我们两个啊？我不是说袭击你们就行，我这没搞懂规律。我们今天干的事都差不多吧？是啊，而且今天大家都没违反家规，难道今晚的惩罚机制是随机抽取的？其他人今天都在拖地擦墙，只有你们两个擦了展柜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合着我们不听姐姐的话算违规，听姐姐的话好打扫就要得罪那群怪物？别急啊，也合理的。这关的怪有痛觉，会害怕，就算是常人也有反抗的余地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游戏这样设定并不算失衡。钥匙对不上。对，刚才我们试了好多次，都。祝小哥，你这样强拆就不怕狮群找你麻烦？哎呀，不管是通过什么途径，最终目的是打开盒子。狮群不会因为我做了该做的事就来找我，别太小看他们。您这话说的，好像鬼是你远方亲戚似的。既不恪守，那便离去。恪守啥？谁要离去啊？我刚才溜着狮群，
绕了庄园一圈，发现狮群没办法靠近庄园5米内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们不动展柜，狮群就不会找你们的麻烦。可是不动展柜就没法擦干净他们，就等于不听姐姐的话。结合第一夜玩家错过门禁违规被找上门来，即便我们不动展柜，狮群也还是会来。触发原因不同，但结果相同啊。好了，该回去睡觉喽。也就您睡得着了。快看，给小妹妹喝血真的有用。这样就行了。朱文哥，你醒了？既然小妹妹安抚好了，那我们就继续去打扫展厅吧，看看能不能获得更多的线索。朱文哥，帮个忙，这下面有东西。触感一致，是人皮，有些日子。面具！妈妈让我们找面具。这个面具该不会是……那这展柜还擦不擦了？擦就擦，反正擦有麻烦，不听话不动也有麻烦。我们不如动作快点。既然确定要动手了，那就分配一下。这里一共有108台展柜，今天都搞定，对你们来说也不现实。不如1人10台，公平一点。就按祝小哥的意思来。我擦好了。怎么都擦完了？不是说1人10台吗？我闲着也是闲着，就顺手都擦了。顺手？朱文哥怎么擦展柜都比别人强啊？擦是擦完了，但是这也太吓人了。朱文哥，不知道是不是我记错了？昨天我们在外面翻尸体的时候，那些尸体好像都没有脸。我操！这么说，我们不是在打扫展厅，而是在给外面埋着的那些兄弟洗脸。不是，你说话别这么吓人行不行？我算是知道他们晚上为什么要找麻烦了。要是有人不管我乐不乐意，按头给我洗脸，我也急。就这个是空的。刚才小顾发现的半张面具，原来应该是放在这里的。不过这里头有别的东西。我知道了，是不是用你昨天给我的那把钥匙？朱文哥，你这样是不是太猛了点儿？是有点。那你还……以我对姐姐和妹妹做的事情，狮群昨晚为什么不来找我？照理来说，我才是被攻击的首选目标。你怎么看起来很失望的样子啊？我们恪守，我们监督，我们至诚。我们是谁？祝文，你为什么就是不听话呢？妈妈千叮咛万嘱咐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乖乖把展厅洗干净。现在可好，你把展柜打破了，这可是个大错。可是好像只有犯错了才能见到姐姐，我想姐姐了，所以才动手的。是姐姐害得我犯错了吗？姐姐你全责。既然弟弟犯错了，那姐姐只好让弟弟永远陪在姐姐身边了呢。这里是，果然如此。我比对过了，这钥匙和展柜上的锁能对得上，应该是通用的。明天把展柜都打开来看看，也许还有线索。祝小哥，姐姐之前说的绝对是死亡通知，那你今天晚上……放心吧，朱文哥，我不会让你出事的。
要不我们今晚轮流睡，有什么危险立刻喊一声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大家吵吵家伙事儿，今天不是鬼干烂我们，就是我们干烂他们。我昨天在储物间看到了一捆麻绳，还挺长的，要不大家绑在一起，就是防止出事了。混乱之中谁被人拖走都没人发现。也行。2、3、4，大概4丈半左右的宽度，长度倒是十分狭长，所以这就是犯下大错的惩罚呀。高度的话，这里是客厅那扇小门的后面，我抠姐姐眼珠子的地方，同时也是展厅和生活区间的夹层。这个布置很像是一个禁闭室。那姐姐之前在这里也是犯错被罚了，这里很狭窄，不太能活动开手脚。这墙壁还挺厚的。果然，墙壁挤压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停下来了。游戏设计不会用这么简单的方式杀死一名玩家的。把我关到这里，并不是想急死我，而是想把我固定住，让我失去反抗能力，满足家规中的惩罚。那就不急了。朱文哥，我操，都醒醒！朱文哥不见了，咱们得去救人。没了，连助教哥都没了，这惩罚机制太可怕了，我们过去就是送死啊！死了，都死了，我不想玩了。为什么是我们啊？凭什么要我们玩这破游戏啊？朱文哥不会死的，你别乱说话。一点动静都没有就被弄走了，我们在跟什么斗啊？为什么？怎么可能玩得过啊？能不能行也得搞清楚真相才知道，你光叫有屁用？怕死就继续缩着当王八，我看你们能被游戏留多久。反正老子这条命都是祝小哥救的，老子要去找人。方哥，等我！方哥，等等，方哥，别过来！你怎么停下了？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在这里。他们在找什么？还有这个咚咚咚的声音是哪儿来的？喂，赶紧的，搭把手。是他，就是他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再慢一点。我头呢？生疏了，回去得做个按摩了。为了感谢你救我出来，我送你们一程好了。朱文哥，接着。谢了。我怀疑祝小哥是故意的。不用怀疑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朱文哥白天打碎展柜是在故意违规。寻找通关条件最快的方法，其实就是触发死亡条件。一味躲避的话，会大幅度拉长通关的时间，所以祝小哥想用这个办法来加快进程。但是，他这也太莽了吧！哎呀，不会的。祝文哥应该是想要犯一个一定会出现惩罚的大错，也就是这次犯错后，他会像姐姐警告的一样被关禁闭。按照祝文哥之前的分析，擦展柜就会招惹狮群。
所以白天他擦了最多的展柜，狮群今晚必定优先找他。这样祝文哥被关到墙后面以后，狮群就会过来破墙找他。这是让两项不同的危机对冲。小顾啊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大致就懂了。但我还是没明白，祝小哥怎么就100%确定这次的惩罚是把他关在墙后面，而不是其他的？啊，这就，哎，你们怎么都醒了呀？不继续睡吗？这不客厅的墙被拆了吗？我们发现墙体和壁纸之间糊了几张旧报纸，也拿不准是不是线索。哎，你看看，祝小哥，你说这游戏场地破坏成这样，游戏不会找我们麻烦吧？嗨，不会，我新人关还放火烧过游戏场地呢。今年面具展览馆将迎来第102件足以警醒世人的展品啊！之前102个展品是第102年，那现在108个展柜，所以今年是第108年，对不对？别管第几年了，妈妈准备好的第108张面具已经坏掉了，我们上哪去弄人皮做新面具啊？啊！原来是宝剑局。完了，全完了，白费了。宝剑局是什么呀？我在论坛上做过功课，游戏不是有以塔罗牌主牌命名的编号玩家吗？以前有老玩家拿到过道具，上头把关卡按照特性用塔罗牌副牌名做了大分类，还能显示难度等级。游戏关卡大致可以分为权杖局、星币局、圣杯局、宝剑局，每个大类侧重点不同。宝剑局需要献祭1个或者多个玩家达成通关条件啊，最终的结果都是玩家自相残杀。所以是要用我们的脸？祝文哥，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在想这种时候死了谁，性价比比较高。啊，开玩笑的。小妹妹怎么醒了？昨天这个时候，她还睡得好好的呀。大概是关键剧情被触发了，所以她该开工了吧？啊，开工？开什么工啊？我受不了了！外头是成群杀人的尸体，家里有个无法违背的姐姐，现在还有个喝人血的小妹妹，没有活路，没有活路的。哎，血呢？啊，用完了。小妹妹每次喝的越来越多，昨天下午血就用完了。只要一张面具的话，有人牺牲一下拯救其他人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？我劝你想好再做啊！我敢保证，你这掌推下去，要变成面具的，只能是你。这下怎么办？还有办法，放血。长身体的小屁孩放什么血？脑子血多，血里有酒精，有尼古丁，保证他一口就上头。不是，祝小哥，你瞧我刀干什么？你能打能扛的，脑子还好使，这种事儿就让我们来。嘿，你得把力气用在关键的地方。现在就是关键的地方。哎，做过大摆锤没？朱文哥，巧合力不过如此。别客气，那个家伙是给你们的精神损失费，
哎，怎么还客气起来了呢？真的，刚才降落的那位是我仇人来的，请用力揍。嗨，姐姐。咦，哎，姐姐，不合适吧？让开！她是你妹妹。姐姐心疼妹妹，却不心疼弟弟吗？妈妈说过，要照顾好妹妹。哼！祝小哥不会吃亏吧？祝文哥说的劲儿呢，你看他左手都没什么动作，像是在拖时间。哇，这是我16岁能看的吗？姐姐是在担心妹妹，还是怕再次犯错被罚了？哎，姐姐耍流氓算不算犯错呀？我一直在想，明明第2天姐姐就能出来给我们布置任务了，为什么第1页却有个隐藏任务，是要找姐姐？是你弄坏了第108张面具，藏在展柜下面吧？妈妈不知道你弄坏了面具，所以你只是被游戏惩罚，关了禁闭，并没有像我一样碰上空间压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人发现犯错，或者不被判定犯错，错误就不存在。错误不存在，真正的惩罚就不会出现。但惩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，通过试错，玩家可以从中对比出怎样的行为才能触发线索，甚至是通关方式。我伤了你，又揍了妹妹，这些事你一件也没捅出去，是怕我把你犯错的事告诉妈妈吗？所以我只能弄点你瞒不住的，比如打破展柜。于是今晚我不仅在禁闭室里遭到了空间压缩，还碰上了狮群索命。他们到底在说啥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妈妈说过，晚上10点之前必须回家，因为10点之后是狮群的活动时间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家里本该是安全的，为什么狮群会进来吃人呢？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惩罚者。禁闭室没把我压成肉泥，是因为惩罚的最后一步还是需要狮群来完成。知道这些又能怎么样？如果妹妹受伤，今晚你们都得死在这儿。今晚死的人只会有一个。什么？这份讣告上列着人名，一开始我以为是游戏背景设定这里的死亡人员记录，但不是。狮群一直守着这份讣告，因为这就是他们的东西。讣告上的名字就是他们的名字。讣告上的既不恪守，那便离去，是在说他们都曾经是犯错的。展柜里给的提示很清楚，恪守是因为他们都被惩罚过，记忆犹新；监督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惩罚，也不许别人逃过惩罚；而制惩是因为需要如同旧报纸所说的那样，警醒镇民，犯错就要变成展品。展厅里只有108个展示品，唯一的空位就是大姐弄坏了面具，需要新填补的那个。而今晚犯错该被惩罚的是咬了哥哥一口的妹妹，不是吗？恭喜玩家 NPC 也行啊！你拿了什么狗眼通关？没错吧？小妹妹是人，小妹妹咬了哥哥一口，所以犯了错被惩罚。第108张面具我们做好了。我听说游戏一向中立，你不会赖账吧？
我都做完任务了，你要是再不结算，我等下把庄园给点了。恭喜各位玩家顺利通过本关。哇！下面开始清算各玩家在游戏内的贡献值与所获积分。玩家注文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个问题。您还有什么话能一起说吗？我新人官点了镇上的屋子，你都不急，现在我还没点，只是说了说。你急什么呀？这个场景你们还要用吗？不该吧。我们攻略组和其他组有交流，论坛上分享的人也不少，8年了都还没有碰到过同样的关卡。那我倒是有一个猜测，虽然每组经历的游戏剧本、场景都不同，每个玩家游戏与游戏之间的空闲又只有7天，结合全球可观的玩家数量，我不认为你这种以看玩家逃生为乐的狗东西，愿意花大量的心血去逐一制作每个场景。你管谁叫狗东西？我新人关只烧了1间屋子，于当时的整个地图而言影响并不大，但这关不一样了。我要是点了庄园，那整个游戏场景就差不多烧干净。你不想我把整个场景给毁了，是因为什么呀？难道是因为这个游戏场景里面有着某种能举一反三、变化自如的场景核心吗？这么急着清算？玩家注文在本关中累计贡献值超过60%，获得1次抽奖机会。娱乐性还挺强的，以60%的贡献值为获得抽奖机会的分水岭，那我93%的贡献值就1次抽奖机会。请玩家注文在1分钟内完成抽奖，或实施为细节。小气。恭喜玩家获得 B 级道具小黄书5部。其实泛用性还挺强的，能吸引30秒钟的注意力，某个角度来讲是救命的东西。继续结算，玩家注文在本次游戏中表现优异，通关思路自成一体，获得了39844关注者，额外获得积分400。我应该是猜对了，不过场景核心这东西如果真的存在的话，那么此时此刻和我们一起在乐园内部，却在不同剧情场景中的人又有多少？核心的数量必然十分可观，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到和消化。本关限制通关时长360小时，玩家实际通关时长58小时27分钟。超过同类型同难度关卡97%的玩家，通关评分 S， 更再奖励每位玩家额外积分200。玩家达成保健关卡隐藏成就，无人死亡，特此奖励每位玩家额外积分150。结算完成，请各位玩家在30秒内整理行装，准备弹出游戏。啊！上次还有1分钟准备呢，这次怎么就只有30秒啊？朱文哥，我感觉游戏好像是想让我们麻溜点，赶紧走。玩家弹出倒计时，5、4、3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有个问题。玩家弹出。哎，算了，回去列个采访表，下次问好了。江林姐，有吃的吗？出去了吗？啊？组长让我去隔壁市接个人，来回大概需要3天。委屈你吃几顿外卖，江陵流。是组里面有新人要加入吗？算了，都差不多。哎呀，吃什么好呢？你的外卖到了。哦，谢谢。祝小哥，是祝小哥吧？王元庆，你这就在工作了？哎呀，能怎么办呀？这不被拉进游戏了吗？原来的公司嫌我1个月大半的时间都不在，给我劝退了。我也没什么存款，没办法，出来送外卖。多的我帮不上，游戏相关的事你可以联系这个号码。ECHO， 这不就是那个高分玩家满地爬的攻略组吗？难道？没有要邀请你进组的意思。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打这个号码登记一下个人信息，那边接受各种关于游戏的咨询。
有需要啊，也可以负责为积分差不多的玩家牵线组队。那边会有人定期联系登记过的玩家，如果失联超过2月，他们也负责上门处理后事。还挺周到的哈。哎，不管怎么说啊，还是多谢你了，祝小哥。以后有需要帮忙的，尽管找我。儿子，就是这儿了。咱们上。这位就是祝先生吧？看着就聪明，一表人才的。哈哈，我就随宁这一个孩子，他不在家这几天，我觉都睡不好。公司啊，开会都走神儿，打游戏都被对面断大招。爸，太尬了。他在游戏里表现不错，反应挺快，也不怕吃苦，算是新人里面素质不错的。不过呢，想要继续玩下去，身体素质要跟上。朱先生，我也不卖关子了，我呢肯定是希望自家孩子好好的活下去。游戏这事儿我们逃不过，但既然能搭上你们Echo这条线，不如我们长期合作。啊，好，我们呢不重复接单的，这对雇主来说没好处。如果雇主过分依赖受托人，会害死自己的。可你也说随宁素质不错，虽然小时候娇生惯养，但脾气是半点没有，人也蛮灵光的。我看你们Echo组员也不多，不如……爸，你不是说我们是来道谢的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Echo里哪个玩家不是真有本事的？组员招收本就严格，我啥都没有，人家凭什么收我？哎，快走快走！别添乱。不好意思啊，招收正式组员的事不归我管，我说了不算的。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……哎，别！朱先生帮忙，为表诚意，我这边每年出5000万的攻略赞助资金，且绝不插手你们内部的任何事宜。爸，朱文哥这么有实力有原则，才不会……客气，我马上帮你联系。那遂宁就麻烦你们了。那这孩子就交给你们了。儿子，老爸已经尽力了，以后就靠你自己了。他是你亲爹吗？大概是。哎，上一次体检是什么时候？去年年底。下午去做个体检，先看看身体状况。哦，那朱文哥，我是要学格斗之类的吗？每场游戏中间的空闲期只有7天，这样中断性的训练有用吗？就科学角度来讲呢，没用。不过啊，如果有人撵着你的，甚至会半夜趁你熟睡把你揍醒，时间久了，你的身体自然会做出条件反射。当然了，基础的体能训练和格斗技巧也得要学。明白了，纯靠求生欲激发人体极限是吧？那是朱文哥你带我吗？我一拳下去，你连人带河5斤。我帮你入组呢，不是为了给游戏多送一具尸体的。想合格的话呢，你至少要再独立通关一局游戏。好。上一关被暗算的伤还没好，就算进游戏后重伤变轻伤，也还是疼。古代背景，像是古镇或者影视城啊，这么大的场景，人数应该不少。先找到朱文再说。我现在积分13000多分，他才5000多分，确定要和我组队？确定。我那个弟弟啊，嫌正常节奏太慢了，想找个高分玩家组队，带他进一次高分局。我有伤在身，不求他能保我，但我也不保证把他照顾周全。你不嫌他会给你添麻烦就好。各位游客请注意，游客中心接到求助，祝文的小朋友走丢了，请各位游客留心身边过往行人，寻找有以下特征的人：男，28岁，身高181，体型偏瘦。请过往游客有看到具有以下的特征的人，第一时间联系游客中心。戚玉明小朋友，你的家长祝文正在游客中心等你。下面重复播报。祝文。
街边的路标都是外文，并且不是最常见的英文。看到的几个 NPC 也都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。看来这关的故事背景大概会有点复杂呀。而且距离我进入游戏已经半个小时了，游戏内播报到现在都没响，像是对玩家不闻不问一样。准是吧？居然用广播暴露自己位置，真是个傻缺！站起来，给仓库门打开，给道具都交出来，我们就放你一马。好，抢劫的呀！游戏不许玩家带杀伤性武器，你这个是道具吧？废什么话！你嚯，是颗好头啊！我尼玛！把身上的道具交出来，我就放你。我尼玛！听他的，把道具交出来。这他妈什么世道？怎么抢劫的这么多？哇，这把蝴蝶刀果然是道具，居然还是成对的。等一下，咋了？这些呢，我们仓库装不下了，寄存在你们那里，有需要啊，再问你们拿。寄存？抢走了就给我自己拿好，自己的东西自己拿呀，别这么拿呀！傻逼！刚才那两个人抢我，还骂我。我找了个什么神人组队呀？齐玉明，我们以前见过。我记得，要不然我也不能在广播当中准确地报出你的基本信息。欢迎各位玩家来到乐园。本关前置剧情为被动触发模式，玩家必须完成前置任务才能获得进一步线索。现在，请玩家们在30分钟内前往游客登记中心。本关平均积分9187分，本关总时长120小时，参与玩家9名。总时长才120小时，麻烦了。我上8000分后，就很少碰到游戏时长这么短的场景了。实际的游戏时间会更短，要取决于玩家花了多少时间来触发前置剧情。来，走吧。我来的路上看到了一个类似于登记中心的地方。Здравствуйте, актриса. Приглашенная на театральный фестиваль. 呀，听不懂，等下再说行不行？现在换人还来得及吗？我手机上面有翻译软件，语言包全下载了，能离线用。语言不通，录个音啊，理解一下，理解。Да и что? У тебя проблемы с головой? Зачем ты меня ошибаешь за лицо? Хендайши. 嚯，说了20分钟呢，很有精神。Псих, идиот. 20分钟的语音，有18分钟都是在骂人，还一点新意都没有。所以我们在剧情中的身份，是被这里请来的舞台剧演员。艺术节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被请来做表演，主题是东方传统文化。但是这里的人呢，不熟悉东方典故，对演出道具有些束手无策，所以希望我们帮忙做完道具准备的收尾工作。我，你干嘛去？找演出道具啊，只有120个小时，别浪费了。既然 NPC 的话中提到了东方典故，就说明演出道具也同样含有东方元素。这边是艺术节后台，线索应该就在里面了。进去看看。哟，都在这儿呢。这次角色们演黑白无常嘞，咋真多帽子嘞？除了帽子，还有砚台和毛笔。黑白无常的帽子上写的什么来着？
黑白无常的帽子上写的什么来着？连这都不知道？我操！你们先把正确答案写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有什么想法吗？啊？有。这能中？你兵刷出字儿了啊！哎，不会的。通过沿途的背景板 NPC 和布置任务的那位可以看出，这里完全不存在语言相通的 NPC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就算存在语言相通的 NPC， 照 NPC 的意思可以推断出，至少在剧情里面，他们这里没有人懂这个，所以帽子上的字才需要我们来写。也就是说，大概写什么都问题不大，只要一眼看上去是4个字就行了。是这个道理，我刚刚也想通了。玩家已根据帽子颜色完成阵营分组，请各阵营的玩家们团结合作，努力开拓剧情。祝各位玩家游戏愉快！我靠的，这是要分不同阵营的全章局啊！早知道选一样颜色的帽子。全章局有监管系统，玩家内部分阵营对立，有人过关就有人淘汰下放复活赛。2个阵营的人迟早在任务上起冲突，再加上游戏自带死亡触发机制，还好我和朱文选的都是白帽子，我总不能让人家孩子折在游戏里。去找 NPC 吧，把任务交了。黑无常组这边请。哼，别多想，说不定……太记仇，劳心劳神，容易活不久。我还担心你会被 NPC 针对，害怕。他信个屁呀！纸上写的什么呀？我们的演出道具丢了，要去找。有提具体要找什么吗？没说，还给我们留了把钥匙。我们晚上住的地方就在旁边，那栋灰色的2层小楼。那大家分头找，3个小时后在这里集合。让开，让开！张主任呢？还在手术室吗？这里有个孩子化学试剂烧伤，家长不在，是被一个小男孩带来的。快带我去！孩子，你们的爸爸妈妈呢？你妹妹的情况有些严重，医生正在给她做紧急处理。进一步对你妹妹治疗，可能需要手术，必须要监护人签字。乖啊，别害怕。你记得爸爸妈妈的号码吗？姐姐帮你联系他们。联系到孩子家长吗？那孩子身体差得吓人，家长怎么能把他丢给一个半大的孩子照顾啊？还有，那种工业化学品不能是在家里接触到的吧？要是这点解释不清楚，我们这边就有必要报警的。哎，不是我说，有些家长真是……对，就是这样。迷失在过去吧。孩子，你妹妹暂时没事了，现在我们需要联系你们的爸爸妈妈，给你妹妹办理住院手续，告知后续的治疗方案。你还太小，这些事一定要让你的爸爸妈妈来办。啊？不是，你抢我台词干嘛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大概是发生在我15岁生日前的事情。看来这里就是幻境。啊！哎，孩子，不是你去哪儿啊？说说看，任务里要找的东西是你吗？我给你3秒钟。说说看，任务里要找的东西是你吗？我给你3秒钟。3、2、1。
还是刚才的问题，3秒钟，3、2、1，还是刚才的问题。哦，这我早就看出来你不会说话了。总之，先把我给弄出去。就知道你不会配合，做鬼呢不能太记仇，不然我就点了你。消防安全，人人有责。造孽！离约定时间还有20分钟，该回去了。咦，你好脏啊！哎，你们中途遇到了什么吗？脸色这么差？不是分开时的事儿，而是整栋楼只有这一个卫生间。这里干透了，应该有些日子了。不用放在心上，屋里屋外就这么大，真碰上什么事儿，喊一声大家都能听到。我要住对面，晚上起夜方便。感情您不是在害怕呀？这里我的家，你们吃饭，我照顾，我克里斯，你们名字。朱文，我不吃姜，不吃蒜，不吃内脏，不吃动物脖子以上膝盖以下，不吃生冷，不吃腌制品。谢谢。好，我明白。偏好玩家的特殊任务只针对剧情核心的 NPC， 克里斯也是剧情核心的一部分吗？卡住了。bug。怎么了？接下来要小心点，游戏可能出问题了。怎么回事？都这么些年了，这破游戏唯一的问题就是要命，除了这一点，它可从来没出过问题。不管怎么说，谢了。卫生间我冲干净了，还有谁想要写啊？朱文这孩子，真是不知道害怕俩字怎么写。你好，我叫季双。好，朱文。相亲呢？你刚刚不还在喝头发吗？还有你那眼，你到底是人是鬼啊？你是没见过一次性染发剂，还是没见过白化病？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大家都回去休息吧。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夜里有动静都不要轻举妄动，有危险就直接砸东西，大喊。好。你还真敢找我？哎呀，姐姐过来嘛，我有事要问你。有话问话，问完我要走。去，怎么走啊？顺着电话线爬回去啊？哎呀，姐姐烦我了，赶紧走吧，我不问了。别太过分。怎么过关啊？你拿我当参考答案呢？答不出就是不知道啊。问完还没走，就说明一定要为我解答一个问题才行。你过来陪我聊聊天，聊完了我再提问吧。你以为你杀了小妹妹，我们还能心平气和的聊天？可我不是你弟弟吗？小妹妹都死了，那弟弟这根独苗苗就更宝贵了呀。你再不问我就不答了，到时候看谁急。那我不问了，到时候看谁急。睡了。您真不问啊？走啊，走。你背后的小姐姐是谁？走啊，走。你背后的小姐姐是谁？他还真走不了。这次题。你昨天晚上遇到什么了？遇到个小二鬼。
还遇见个女鬼，够吓人了。我遇到了个老鬼。哎，你呢？我睡得很沉，什么都没看到。所以这些出现在他们房间里的呢，是什么呀？这栋房子原来的主人。就这？不然呢？来呀，好，走了。姐姐再见。就离谱，都一天了，前置剧情都没摸着 ，NPC 都不和我们交流，是不是我们还差什么线索？哎，登记处的那个北欧少女呢？不知道。哎，你们来这儿干啥？你们都能来，俺们都不能来。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是这样，我们这边被安排寄宿在 NPC 家，都是分开的，所以约好了早上在这碰面。你们也都是分开住的？不是，俺们住在一块儿。这怎么？别多说，看来他们组接收到的信息比我们要多呀。又或者北欧少女给他们的事情比较容易。我们组5人，黑无常组4人，游戏就将天平朝他们倾斜一点儿，做到整体上的平衡。嘿，你们来我这干嘛？我这里没有你们需要的东西了，滚吧！以后都别来了。你不告诉我们要找什么，要找的东西有多少，我们要怎么找啊？关我屁事！你们就等死吧。哎呀，可惜呀，有些人光嘴皮子利索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是要等着我给他们收尸。阴阳怪气，杀掉！你又来！可是你把他杀了，我们就……警告！玩家注文损毁。他妈又是你！玩家注文损毁关键组件，剧情割裂严重，缺少主要通关要件。为保持游戏平衡，正重组游戏组件。游戏组件生成中，预计生成时间180分钟。鉴于本次组件损毁过错方为玩家方，组件生成时长计入游戏总时长。除玩家注文外，其余游戏玩家可自由活动。已公布的剧情要件不会进行更改，请玩家继续寻找线索。玩家注文因破坏游戏内关键组件，已提交至监管中心，系统将在3分钟后进行玩家传送，请玩家注文做好准备。哦，真能去啊！故意的，就为了进监管中心？嘿嘿，是啊。那个 NPC 确实在针对我们这一组。游戏广播出面，为正常运行打上补丁，就证明 NPC 手上还有没释出的线索。这样的话，杀掉 NPC 算是加快线索收集了。对了，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，不过那时过错方是游戏。好，难道这个游戏的内部一直都存在问题？传送倒计时2分钟。我操！你又在干嘛？我也想去监管中心，我有东西落在那儿了，想去找找。你去过，还想2进攻？早死透了，别费劲儿。你想找什么呀？一只耳坠，菱形的，需要红色。5秒。4、3、2。玩家注文。监管员。想取消警告处分，就在里面活到游戏组件下载完成。好。你的场景修复时间大概是180分钟，可能提前，也可能延迟。在这期间，你都得待在这里。进去吧。我叫朱文，认识一下。你的场景修复时间大概是180分钟，可能提前，也可能延迟。在这期间，你都得待在这里。进去吧。我叫朱文，认识一下。名字就不告诉你了，自求多福。哼。这里是……你又他妈越狱了是吧？嗨，好久不见。这儿的邻居都不太友善呢。
咋就敲门都不应嘞？俺都听到里头有电死声了。让一下。你还会撬锁？老式的锁不难看。你就没想过，这样可能触发点什么？该来的躲不过，外面没线索，那线索就在里面。万一真出什么事儿，我们分头跑，家门口集合。游戏时间只剩4天了。那换我开门，万一有什么，我动作比你们快。不用。慌乱的脚步声，故意躲着我们。有什么发现吗？去其他人家里看看。又要撬锁？这位技双姐，您是俺唯一的姐，您这体力跟撬锁技术都忒逆天了吧？NPC 都是外国人，房间装修风格也是西式的，这种中式小物件放着很不协调，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道具。这么明显的提示，不会是陷阱吧？道具也不是每家都有，大概也没几个人能像他这样20分钟开遍居民楼的锁。我们还没有找到规律，还有，为什么 NPC 要躲着我们？玩家2组阵营，各自需要完成的任务又是什么？各位玩家请注意，因游戏关键组件损毁严重，游戏将对部分 NPC 进行耐损性加强，增加本关限定处罚。为平衡游戏难度，本关难度由权杖8降级为权杖7。游戏模块正在修复中，请玩家耐心等待。游戏不会对已探索过的区域进行任何改变。这文一刀下去，给游戏批降级了？走吧，继续找。各位玩家请注意，下面发布一则紧急通知。因监管中心发生严重事故，游戏将加速场景修复。如场景内部出现任何 bug， 其最终解释权都由乐园所有。朱文在里面干了什么呀？哦，好多熟人啊！朱文，妈的人呢？朱文，暖和吧？啊，朱文，妈的叫你呢，你聋了？他们找你半天了。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这玩意儿是他们这么用的吗？哼，你们也没说不能。我袖扣被你顺走了吧？识相的马上还给我，不然你别想回去。啊？什么袖扣啊？别他妈装傻！请注意，10098号游戏场景修复完成倒计时5分钟，请00353号管理员与00098号管理员立即释放惩罚中玩家，将其带至稳定区域等待传送。哈，就5分钟了。怎么这样？喂！拜拜！操！也不知道主文在监管中心干了什么，怎么游戏播报这动静啊？希望人没事儿啊。游戏组件已载入成功。再次警告，由于游戏组件加速载入，场景内可能会出现轻微 bug， 请玩家们不必介怀。关于场景内所有设施 NPC 的行为，最终解释权归乐园所有。现在，请玩家们继续探索。游戏剧情从即刻起不会再做任何更改。本关玩家平均积分9187分，剩余通关时长92小时58分钟。本关剩余玩家8名。8名？朱文呢？本关剩余玩家8名。8名？朱文呢？朱文到底是人没了，还是犯事了被扣在监管中心回不来了？要是前者，高低得被Echo那护犊子的组长追杀5年起步；要是后者，我也找个看起来重要点的 NPC 砍了。克里斯怎么样？
这样说不定还能去监管中心试试，能不能把人劫出来。更正，本关剩余玩家9名。丫的，一共9个人都能算错。你们回来啦，来吃饭吧。俺都快饿傻了，兄弟，你不厚道，俺们找道具都快累死了，恁真早都回来吃饭了？可别说了，一般人还真没法跟双姐组队。哎，这累死都算是轻的了。有什么想法？都是常见的中式摆件，没什么稀奇的。哎呀，这么不小心啊！这是用到哪一处啊？身手真棒，谢谢你帮忙做了筛选。被 NPC 特别关照的物品，肯定和任务挂钩。现在大致筛选出来了，可能还会有，我们再去找找。其实这个也是通关道具，你们阵营专属。看到这枚戒指了吗？没有它，就算你们凑齐剩下的，也走不掉。知道拿我做排除法是什么后果吗？看，没了。轻微 bug。给我快点！搞什么？挨了他，去道具啊！哎呀，急什么呀？预制品又不会被消化，东西在他那儿不是挺安全的吗？也是啊。我和季双去搜其他的屋子，现有的道具放于明哥你的背包里，帮忙看着克里斯。月亮真美。像月饼。有声音。怎么办啊？算了，这没纸了吧？是你？救命！弄错了，我们弄错了。怎么回事？我救你，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？成交。哥哥轻点，我这是肉啊点，你怎么去点行不行？救命啊！哎，乖孩子，忍一忍就过去了啊！哎，搭把手，把人弄我们那儿。这不合规矩吧？我们毕竟是2个阵营的人。我来吧，你搬头，我搬脚。行。这跟上，跟吧，总不能等人醒来把我们牢底都揭了，我们还不知道吧？切，哪儿半路杀出个小毛孩，多事！这是咋回事？我们也是被逼急了，房东让我们找东西，找不到，屋里就闹鬼。这是咋回事？我们也是被逼急了，房东让我们找东西，找不到，屋里就闹鬼，就会每天拿走我们身体的一部分。他们说了，这是房租，除非把东西给他们找到。
所以你们要找什么呢？说可以，我也不藏着掖着，但这游戏玩命，单我们说，你们什么也不说也不行。你救了我们的队友，我特别感激你，可用情报作为谢礼实在太贵了。这样，我看你刚才用了个 B 级道具，我赔你一样不，3样同等级的道具给你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们的意思呢？都行。其实我们这边的剧情才刚起了头，目前没太多头绪。不过刚才我们是要找工艺品，找到了后要还给制作人。我还错了，所以。胖子，你哪一组的？你不想活，我们都还想活呢。叛徒！我知道你打的什么小九九，3件 B 级道具是什么破东西？这小兄弟救了老子一命，不是进度慢吗？老子把通关线索给他，他要是你退出来了，那我也算还债了。他们这边可是难度啊！找到多少了？一共要找几件？5样，一共是12样。那我们这儿有7样。激活了。你们管这叫约等于进度0？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我们也是听你们说了，才确定那东西的用途。所以咱们这边现在只差克里斯肚子里那样东西了，拿出来都通关了。这才哪到哪啊？东西给谁还不知道呢？虽然感觉不会那么简单，但也可以试试，反正不亏。先把戒指从克里斯那里拿出来。就这，虽说难度降级了，但都这个分段了 ，NPC 居然一点攻击力都没有。位在哪边啊？他一直这样，确实。没有。啥意思？克里斯脑子一抽，把通关道具吃了，还消化了。轻微 bug。警告：玩家注文损坏不可攻击 NPC， 扣除游戏积分200。请注意，积分总和低于等于0的玩家将做删号处理。这回不用去监管中心了。对不住啊，各位，这事儿的确不在预料之内啊。事已至此。我还有一个想法，我没意见，长长见识也挺好。我都行。看在恁救了俺兄弟的份上，再跟你一回。我就少数服从多数呗。那开始行动。后面呢？你跟我出来。我跟着就行。喏，我说了吧。道具没了？哦，对了，你又要去哪儿？我操，这是刷新了！有人嫌分高吗？什么意思？警告：玩家注文损害不可攻击 NPC， 扣除游戏积分200。请注意，积分总和低于等于0的玩家将做删号处理。能扣点分我倒是求之不得了。能扣点分我倒是求之不得了。警告玩家：其域名损坏不可攻击 NPC， 扣除游戏积分200。分数变高，游戏难度就会提升，死亡率就高。
但是现在可以扣分。哦，还有这好事儿嘞！放站位！警告！玩家，克里斯的攻击力在提升。能对付吗？不能对付，跟你换。我告诉你出去后该怎么做。你搞快点，这边人多，能挡一阵。OK。左手能用吗？还成。你右手差点。那就够了。绑好了，别让克里斯追上我。跟我走一趟吧。你干嘛？不是，小兄弟，总得跟我说说，你们干什么去吧？帮你们还东西。我们过关了，你们怎么办？去复活赛。啊？你一个人说了算？刚才都商量好了。你们其他的通关道具呢？他弄错了，还放路人 NPC 屋里呢。前面左拐，路口那家深蓝色大门的。这东西不能乱还啊！还错了就是胖子那个下场了。我操！拿东西，然后喊你们的房东出来。哦，我们来交房租了。随便挑，别客气。这不能行吧？等下，如果东西全在这的话，总有几样是对的。我们又不是给错了，我们只是把选择权让渡给了房东 NPC 而已。能？操！我这算什么？草率了呀！全拿走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没事 ，Plan B。带路，下一家。等。警告！玩家记双，损坏不可攻击 NPC， 扣除游戏积分200。请注意，积分总和低于等于0的玩家将做删号处理。没事吧？撞了2下，没事。你的手。先把注意力放在游戏上。我们要给你的房租被人抢了。啥？真的，我们说了剩下的是给你的，但是112号楼的房东说，他说你算个屁啊！真的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如果发现我骗人，我随你处置。如果你是在骗我，我就把你撕碎。跟上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丫的，放手！这他妈也行？走，去第3家。你们这份脑子的东西！最后一家。所以您完全不解密是吗？真的？真的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不上当啊！你咋整？你干嘛？不去也得去。我竟一时分不清谁才是 BOSS。你有病吧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应该是我的。我还想问你呢。丫的，放开我！去你的！打死你！哼，这游戏还是挺简单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们如果意识到你在转移矛盾，合力攻击你的情况？那感情好。道具找到了，这下我们可以按时举办艺术节了。这就超度了？也不对啊，黑白无常不负责这个吧？游戏一开始就说了，当地人对东方的传统文化一知半解。道具找到了，
这下我们可以按时举办艺术节了。这就超度了？也不对啊，黑白无常不负责这个吧？游戏一开始就说了，当地人对东方的传统文化一知半解。操！恭喜黑无常方玩家顺利达成通关条件，现在开始结算通关奖励。等等，你们他妈怎么过的关？爽快点儿！本关优胜者为黑无常组玩家方，白无常组玩家请原地等候，等待复活赛匹配。本关玩家祝文在游戏中表现优异，为全局做出了72%的贡献。等等，你不是黑无常组的，这结算我得重新理理啊。论坛上对复活赛的描述，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，不过是又一场游戏而已。玩家们之所以恐惧，是出于对连续2场游戏的排斥，与再次陷入生死难料的境地的恐惧而已。我回来了，你再不结束，我们就要被反杀了。那是真中啊，还真给恁整出来了。俺服你啊，一二个是俺跟胖子对不住你，以后要是有啥俺能帮得上忙嘞，恁尽管提。就算你这么说，你们仓库的道具也还是我的。结算完毕，黑无常组的玩家将在3分钟后弹出游戏，请白无常组玩家原地等候，等待关卡适配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刚才说我对整局游戏贡献了72%的贡献值，那特殊奖励呢？我们组没过通关任务，正常奖励我就不问你要，但贡献值特殊奖励呢？抽奖啊！哎，装死啊！难不成游戏的特殊奖励机制有问题啊？那游戏开始到现在，所谓的严谨性就是个笑话。既然内部不严谨，那我只好出去号召高分段的玩家，从下一局开始开地图。我给你1分钟。操！从来都只有我给别人1分钟的。还有30秒哦。玩家祝文在本次通关中做出72%的贡献值，获得1次抽奖机会。奖池已刷新，请玩家祝文在1分钟内完成抽奖，过时视为弃权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我不走。请白无常组玩家原地稍后，等待复活赛关卡适配。你就不把他撵了你？不会的。你就这么确定？8年以来，游戏在细枝末节中反复强调自己的公正性与严谨性，给人一种他处在上帝视角，漠视人类奔逃求生的超脱感。他如果因为一个玩家的不可控，就打破这些年的规则，那对于他而言就太掉价了。更何况，我现在的所作所为，究其根本，也不过是在通关以及利用规则漏洞而已。他能怎么样？哎，小孙嘞，恁刚才说啥？恁不走啊？也没什么，复活赛的通关卡而已，不可转让，下一关自动作废。我做主进的复活赛，我没理由先出去，所以这卡废了。逃课卡对我来说没有用，我是绝对不会主动退出游戏的，但也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有这种东西。知道的人多了没好处。复活赛关卡适配，人员匹配已完成。请玩家们做好准备，3分钟后进行关卡跳转。3、2、1。这组玩家这么狂的吗？你们也复活赛啊？慢对面阵营一步就被送过来了。刚才我们检查过了，这里面有2层，只有玩家没有 NPC， 而且每个房间里面都放着很多这样的木盒子，里面是空的。好喝，巷子里好
个地方都折成了不可思议的形状，每个地方都在咔嚓咔嚓的响。爸爸，我好痛，我会老老实实做个好孩子，这样爸爸就会带好多朋友来和我玩，我就不再孤单了。哼，欢迎各位玩家来到乐园复活赛，下面开始释出前置剧情。你们是一群热爱桌游的游戏玩家，听闻此处老宅有一套特别的香女游戏，于是慕名而来。老宅的主人热情地接待了你们，为你们免去了游戏期间的吃穿用度，而你们需要在168小时内结束游戏。祝各位玩家游戏愉快。有人知道香女的具体规则吗？简而言之，就是开盲盒玩逃脱。我们需要的逃脱线索和道具都在这些盒子里，但是开错箱子就会遇到香女，玩家将宣告死亡并变成香人。最主要的是，香女的位置不固定，每开一次箱子都会移动。怎么回事？她碰到不该碰的了。你是我的新朋友吗？我的小木偶。我操，这可不是简单的桌游了，这是真实死亡游戏啊！冷静，我们先试试能不能把香女找出来。请玩家祝文立刻释放游戏组件，遵守游戏规则。怎么了？收容游戏组件为违规行为，请玩家祝文。啊，不对啊！既然仓库规则中非生命体允许被收进仓库，那么我的所作所为就是在遵守你的规则，所以你所谓的违规根本就不成立，除非这是个 bug。你们居然把这个 bug 留到了现在，哼！游戏方的过错，玩家可不会买单。这哪来的神仙啊？没事，习惯了就好。请玩家祝文。哇，我帮你找到了 bug， 你现在反过来教我做事。三流游戏还知道给举报 bug 的玩家奖励呢，你不会什么表示都没有？